滚筒转速在咖啡烘焙里至关重要，决定了热量传递到豆子的速率。因为豆子翻滚，让多个面无差别地接触到热传导。前期介绍了咖啡烘焙中需要用到对流热、接触热及辐射热。滚筒的转速决定了咖啡豆接触到滚筒壁和豆子相互之间热传递的均匀性。转速太快与转速太慢对烘焙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如果节奏控制得不好的咖啡可能又苦又涩，或者味道扁平夹生。下面在烘焙载量仪之下介绍滚筒转速的定义。烘焙的载量越大，要求的转速越高，反之则越低。备注：目前分享的是所用到的烘焙机都是1000克以下的设备，大载量的烘焙机不在教学范畴。本人使用的是200克至600克的半热风半直火烘焙机。为了保持单品咖啡出锅干净，本人一般使用55%到70%的载量进行烘焙。厂家一般建议总载量的80%进行烘焙，因为不同的烘焙度，咖啡豆的膨胀率、体积是不一样的。滚筒转速会影响热量分布，例如滚筒转速高，进入的热风容易被高速的气流分离出滚筒，而且高转速豆子始终贴着滚筒壁翻滚。某些豆子接触了高温的滚筒壁，或者会造成灼伤，而有些豆子没有接触到滚筒壁，反而造成脱水不干净、内部夹生的现象。想象一下洗衣机甩干衣服的状态就明白了。这样豆子因为接触热源时间短不均匀，烘焙过程表面可能焦了，但内部没熟透，风味可能会带点烧焦的苦涩。反过来转速低，滚筒没有把豆子带动抛起来，豆子始终在滚筒底部堆积，没有对流热辅助加热，豆子容易出现局部焙烤、内部夹生现象，导致酸度高或有木质感。理想滚筒转速通常在60到70之间，豆子能均匀翻滚，从内到外热能渗透得刚好。烘焙完成，掰开豆子能观察到豆子内部的纤维空隙。1000克以下载量的烘焙机滚筒通常固定在每分钟70转，只有个性化烘焙师才会在不同的需求下调整转速，能捕捉第一爆到第二爆的关键节点，方便操作。譬如豆子一爆时，转速微调慢点，能锁住糖分转化，避免爆裂过度。小载量的烘焙或目数较小的豆子需要比较低的转速，防止咖啡粘附在锅炉壁。大载量大目数的豆子需要的是较高的转速，让豆子在炉内能均匀翻滚。实际操作时听到爆裂声沉闷，就可以略微提高转速，清脆就减低转速。掌握滚筒转速，对于咖啡才能从平庸变惊艳。最后一个真挚的建议，如果不是非常熟悉烘焙机性能及非常专业的烘焙师，不要轻易去调整滚筒的转速，不要轻易去调整滚筒的转速，不要轻易去调整滚筒的转速。重要的事情说3遍。能调整烘焙机转速的设备对于很多商家来说只是一个噱头，诸多高级烘焙师都未必能玩转滚筒的转速，因为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行为，风险远比效益更大。烘焙过程中所谓的回温点，仔细探究是一个物理谎言。咖啡豆入锅后并没有真正的降温再升温，因为它一直在吸热。回温点的高低更多取决于你的探针反应速度和锅炉预热温度，而不是豆子的真实状态。
不要为了追求某个特定的回温点而焦虑。咖啡烘焙机的温度计是整个烘焙过程中最核心的眼睛，它告诉你热量到底进行到哪一步。没有精确的温度数据，烘焙属于盲目操作。同一批豆子可能一是甜一是焦，更不用说稳定复制烘焙曲线了。温度计在烘焙中的作用如下：一、判断烘焙进度关键点；二、控制热量输入强度；三、确保批次重复性；四、预测风味走向。咖啡烘焙机常见的测温方式：一、豆温探针 BT， 它最重要、最常用。探针直接插在滚筒豆堆里，实时监测豆子本身的温度。几乎所有家用烘焙机、商用烘焙机都有，缺点就是有5到10秒钟的延迟，因为探针被豆子包着，反应的温度都是过去式。二、环境温度、热气温度 ET， 通常装在豆堆上方或进风口，反应比豆温快得很多，能提前预判升温率 ROR 的变化。很多老机器只有一个炉温测温计，通常和豆温一起参与读数。三、最高环境温度 MET， 少数高端烘焙机如波罗拔、Gison、Lotte 才有，一般装在滚筒最热的位置，检测真正能达到的环境最高温度，用来防止过热的烧焦。四、红外线豆温探测仪 IBTS， 目前最先进的温度采集仪器，一般高品质大型烘焙机都会采用。仪器是用红外线直接扫描豆子表面温度，基本无延迟，可同时看到诸多豆子的表面温度差异，利用软件综合计算温度平均值，准确度很高。五、进风温度，监测加热器出口及刚进入滚筒前的热风温度，主要在全热风式烘焙机使用，半直火半热风机也会使用到。六、排风温度，监测烟道排出的废气温度，用来判断银皮燃烧程度和火力是否过大，同时 ROR 也会显示滚筒内是热风主导还是热接触主导烘焙。总结，豆温 BT 告诉你现在豆表温度到哪里了，环境温度 ET 告诉你烘焙滚筒内对流热与接触热的占比，红外线检测仪 IBTS 告诉你豆子的实际温度是多少。三者一起查看，才能真正把烘焙掌握在手里。这期咖啡烘焙基础知识分享到这里，欢迎关注提斯特咖啡视频号，谢谢。